张小姐，网上连续1周世纪求婚的话题都占据第一，作为女主角，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很庆幸，在他人生低谷的2年，陪在他身边的人一直是我。家人们快看，豪门总裁和名媛设计师的破镜重圆，2年苦守终成正果，这才是我们要看的年度救赎文学。陆总，对于江小姐2年来不离不弃的照顾，您是不是也觉得这就是您康复的最大动力？拍到了，这眼神对视绝了，这就是顶级纯爱啊！其实我也好庆幸，在你人生低谷的2年，是我陪在你身边。陆世峰，我的恩情都还完了。江心对他来说终究是特别的，陆家太子爷公开承认过的女友也只有江心一人，破镜重圆本就在情理之中。又胃疼，活该。叹息，像你这种人还活着，就已经是恩赐了。到现在我才明白，他后来对我那些所谓的柔情，不过是怕我走了没人照顾他，演出来的假象罢了。阿石，我来晚了，那些记者太残忍，就不该让你先走的，还能帮我挡挡。阿石，快走吧，晚会有点来不及了。我看了订婚直播，现场比你当初画的稿图还要好看。除了花不是风信子，一切都很好。祝你们百年好合。阿石，时间不早了，别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叹息，你别后悔。开这么快，在大马路上飙车，真是有病。是啊，他确实有病，连句祝福从我嘴里出来都能气成这样。姑娘，你说啥？没什么，我是说，我绝对不会后悔。别等了，这地方这时候根本打不到出租车。看来还真是得认命了。在哪儿？疼。不疼。我说不疼。没听见。文总，谭小姐现在这样子，倒真像个私通外贼的家臣。是啊，毕竟我是陆世峰一直以来的跟班。文总，你们从校园打到商战，10次打架有11次是因为你，尤其是陆世峰瘫痪那2年，你都快把他的产业吞完了，你们可是死对头。你也说了是以前，虽然现在没关系了，但这一时半会儿还是很难改过来。晚上有个晚宴，我还缺个女伴。陆世峰也会去吗？嗯。如果你想用我来伤到陆世峰，那你可能要失望了，他不会在乎我的。那可不一定。想起什么了？想起我17岁时的陆世峰了。那时候他当着所有朋友的面，笑得放肆又轻蔑。檀溪，别开玩笑了，我绝对不可能喜欢檀溪。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是靠努力就能追上的。文总，这套已经是……不满意，换。文总，其实我不一定要去那个晚会，要不……怎么，想走？半个月前我被赶出陆家，
什么都不准拿，是文奶奶收留了我，只要是你要求的事，我都会尽量满足。但这些衣服，那一套拿过来。就这条吧。这真的是我吗？檀溪，带你来不是让你去气他们的，那是为了什么？只是要让陆世峰知道，他不仅是瘫痪，还是个瞎子。以前跟在陆世峰身边这么多年，他的女伴从来不会是我，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出席。那你就从现在开始习惯。文总带的那姑娘是谁呀？真般配。文总不是一直不带女伴的吗？今天居然破例了。操，这不是陆哥那个平平无奇的小特助吗？阿石，我的裙子！檀溪，竟然是你！陆总，江小姐，真巧。文总，我们去那边打个招呼吧。好。阿石，你要去哪儿？檀溪，谁准你跟他在一起的？跟我走。陆总，当众动手动脚，怕是不合礼数吧？礼数？他是我的人，轮不到你在这儿充英雄。檀溪，我再说一次，过来！陆世峰，别再用那种命令的语气跟我说话了。这么多年，我为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恩情还完了。从现在起，陆世峰，我们没关系了。你说什么？你有种再说一遍！我说，陆世峰，15岁时的檀溪大概也想不到，我们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哟，陆总，这还是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小特助吗？看来康复了之后，连家里养的小猫都学会挠人了。陆家这位太子爷康复头一回亮相，这戏唱的比生意精彩。我看檀溪这回是攀上高枝，要把老主顾气疯了。檀溪，我不管你在闹什么脾气，现在立刻跟我回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陆总，聋了？他说不想跟你走，这江城还没到陆家一手遮天的地步吧？文燕，走吧。这么多年，我为陆家，为他做的已经足够多了。檀溪，你敢走一步试试？怎么？看他快碎了，心疼？不，我只是想起2年前他在车祸里失去了母亲，又断了腿。那时候的他也像现在这样，冰冷的像块捂不热的石头。阿石，别气了，为了那个不相干的人弄脏了晚宴不值得。我们你又笑什么？我只是突然意识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西西，看清楚了，地震后县能这么快重建，全靠陆夫人的资助。她不仅是咱们县的恩人，也是你的大恩人。我知道，我会一直记得。你们坐，不用这么站着。明年的重建规划我刚看完，咱们县的基础设施还得再加把劲儿。这个哥哥看起来像画里的小王子，可是他好像很不开心。那是陆家的太子爷陆时风，那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脾气大着呢。你一会儿见着了，可别乱说话。夫人，少爷那边又闹起来了，他带着那群狐朋狗友又去环山西路飙摩托车了。我不是说过让他这周禁足吗？陈叔，去把他带回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夫人，你也知道少爷的脾气，他那性子，我这叫老脸去了不理劝不动，他反而飙得更疯了。上次他差点把路口的护栏都给撞飞了。陆夫人，要不让西西跟着陈叔一起去试试？这孩子是咱们县中考第1名，脑子灵，跟同龄人最能说上话。这孩子才多大，石峰那性子怕是会吓着他。不会，这孩子抗压，您看他多稳重。陆夫人，让我去吧，您帮了我们全县，我也想为您做点事。就算他再难相处，我也一定带他回来。
好，那西西辛苦你了。西西，快回来！少爷疯起来没准的，别在这挡着。哪儿来的乡巴老妹妹？你谁啊？活腻歪了，在这挡爷的路？我是檀溪。檀溪？没听过。陆夫人让我带你回去。哼，又是他，他让你来送死，你也真敢来。西西，咱们走吧。少爷这脾气，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招。陈叔，你先回车里等。陆夫人交代的事儿，我不走。你有病吧？没见过你这么固执的，想让我丢人丢到圈子里去是吧？夫人还在等你吃饭。算你狠。陆世峰，陆少，你那小跟班又来了，这盯着你是怕你少掉一根头发，还是怕你又去飙车啊？檀溪，你到底累不累？我妈给你发多少工资，让你这么没尊严的当她的眼线？夫人说了，只要你按时回家，我就不跟。拿走，滚远点，别在这儿恶心我。瞧见没，捡钱的样子多乖啊！烦死了！檀溪，你真是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檀溪，跟了我这么多年，你喜欢我？是，陆世峰，我喜欢你。你要去哪儿？陆少，听说今天那小跟班跟你表白了，这追了你7、8年，你干脆收了得了。收了他，谁会喜欢那种干瘪的一眼望到头的乡巴佬？也是，那种清汤寡水的，哪入得了咱们陆少的法眼啊？我喜欢江心那种的，火热够劲。檀溪那种，给我当尾巴我都嫌累。江心，原来那才是你喜欢的样子。我为了早点上你的大学，高中拼了命跳级，比你小2阶却想赶上你的脚步。原来有些东西，真的不是靠努力、靠跳级就能追上的。从刚才上车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说。檀溪，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江心对陆世峰来说确实特别，但这种特别仅限于分享他的光环。温总，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他那种要命的低气压和少爷脾气。所以你在替他遗憾？不，我只是感慨，不是每个人在见识过陆世峰阴暗最不堪的一面后，还会选择继续靠近。尤其是他瘫痪在那张床上，一心求死的那2年。那时候的他根本接受不了自己成了残废。陆夫人走了，陆家塌了，他不再笑，整天像头受伤的野兽，想把身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撕碎。我记得那天，他疯了一样推翻了所有的药，手里攥着碎玻璃抵着喉咙，冲我咆哮，让我滚，说他这种活死人不需要可怜。我当时看着他那副烂泥一样的样子，心里突然觉得很累。我照顾了他那么久，不是为了看他最后变成一具尸体的。我告诉他，陆世峰，你想死没关系，我陪你，你划一刀我就划一刀，咱们看看谁先流尽最后一口血。你疯了？是啊，我当时就是个疯子。陆世峰大概是被我那种狠性吓着了，他看了我很久，最后近乎咬牙切齿地跟我承诺，檀溪，我会好起来。从那以后，他真的疯了似的配合治疗，高强度的电击、肌肉按摩，近乎自虐的复健训练，他疼得全身发抖，却再也没提过一个死字。终于，就在前不久，他彻底站起来了。他站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叫陈叔把那把轮椅丢掉，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和那2年有关的任何东西。那他眼睛可真是瞎的。走吧，文言，我想回家吃饭了。文总，这段时间真的多亏了文奶奶收留我，我已经把简历修改好了，等这几天投出去，一找到工作，我就会立刻搬出去，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不急，奶奶很喜欢你。其实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以前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因为陆世峰又跟你打架了，我不得不代表陆家上门去给你们家道歉。说起来，我们以前真的不熟，
我那时每次去文家，都局促的不知道该把手往哪儿放。奶奶您轻点儿。文奶奶，真的很抱歉，陆世峰他下手没擒中，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哎呀，没关系，小姑娘，快过来坐坐。少年人打个架嘛，很正常的。阿言，去给人家倒杯水，别整天拉着张臭脸。谭希，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怎么想的吗？我怎么可能忘记？那时候你可是半点面子都没留，直接当着陆世峰的面喊出来的。我当时喊什么了？你指着我的鼻子问我，说谭希，你眼睛到底是怎么瞎的？不然干嘛整天跟在陆世峰屁股后面跑？事实证明，我当时没问错。是，没问错。所以陆世峰当时气得眼睛都红了，把你摁在地上又打了一架。我那时候就在想，这江城怎么会有你这么毒舌的人？其实，那句话是骂给陆世峰听的。什么？我当时看着你替他擦药、替他道歉的样子，我心里想的是，这姑娘怎么能这么乖？陆夫人，很久没来看您了。要是当初没出那场车祸，现在您应该还在张罗着给陆世峰相亲吧？您交代的那些慈善基金会我都盯着呢，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每年收到的帖谢信一个房间都快堆不下了。如果您还在，一定会很高兴。只有我这么多年了，好像一直停在原地，连个走下去的方向都找不到了。我已经从陆氏集社正式离职，以后呢也不会咱们再添上，会怪我吗？陆夫人，您肯定不会怪我的。可是我真的好累，除了刚来的那段日子，其实我在陆家过得一点都不快乐。还有陆世峰，他的腿已经彻底好了，走路的样子和以前一样意气风发，陆氏也重新回到了他手里。他最近订婚了，全程都在播他的世纪求很好。女主角您也认得，是江心。虽然您说和康复了，事业重回正轨，但他们现在感情很好。陆夫人，一切都在好的方向发展，您可以放心了。我有时候真的在想，要是我那年中考没有考第一就好，要是没来江城，我也许只是个普通的孩子，不用报恩，也不用活得这么卑微。怎么偏偏让他撞见了？在我妈面前哭粉，你怎么不说了？陆总不是最擅长这种羞辱人的戏码吗？其实咱俩的关系也没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你对我这样恶劣，算起来也就2次。一次是我厌倦了给你当特助，偷偷投简历，你发现后对我发雷霆，那架势像是恨不得亲手掐死我。你也知道是偷偷，不是让你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收到了那封邮件，看完之后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就让我滚出陆家。陆世峰，是不是因为我从来没在你面前表露过情绪，你就真以为我不会难过？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不管你怎么胡闹，我都会和15岁那天一样，永远毫无尊严的跟在你屁股后面，只要你回头，我就必须在那儿。谭希，你永远都还不起，你害死了我妈，现在跑这儿装什么深情？输了就想一走了之。从陵园出来，你就这一副丢了魂的样子。谭希，陆世峰到底在墓前跟你说了什么？他临走前居高临下的给了我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问我陆家到底是谁当了叛徒，他说那场车祸根本就不是意外，所以他这辈子所有的不顺都要怪在你头上才舒心是不？这就是他所谓的证据。是啊，陆世峰的人收集的真仔细，上面写着当时他和夫人去签大合同的行踪是绝对保密的，除了他本人就只有我知道，因为我是他的特助，又是陆家养大的，他们一直那么信任我。所以他觉得只有你有机会出卖他。这张照片明明是合成的，我压根就不认识这个人，可是在陆时光眼里我就是唯一的缺漏口，他甚至没有亲口来质问我一句，就凭这些废纸直接给我判了死罪。所以他才会在画好求婚图的第2天就冷着脸让你滚。怪不得他宁愿追回那个当初抛弃他的江心瑶把我赶走，在他心里我大概是这世界上最让他恶心的凶手。你就打算这么背着黑锅走，不去跟他对峙？文彦陆时峰的性子他不会停的，其实只要陆时峰不是只停留在这一步，只要他愿意继续往下查一查，他就会知道那天知道他行踪的人根本不只是我一个，还有一个江心也看过那份行程表。这一觉你睡得可够久的，医生说你是长期心理压力太大，加上疲劳过度。大概是这2年太累了，我已经很久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你在梦里一直在皱眉。谭希，陆世峰查到你出事前背着他投简料，那是真的？是真的。那时候我确实是想走了，我想彻底脱离陆家。为什么？因为陆世峰？因为江心。那时候她是陆世峰唯一的正派女友，被宠外看我不顺眼，我被他的那些红颜知己找过麻烦，但从没见过像他那么不留余地。他做了什么？文总，你能想象一个20出头的女孩
被当着全公司的面被指着鼻子羞辱是什么感觉吗？谭希，你给我滚开！阿石在哪儿？为什么连我也联系不上他？江小姐，陆总正在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合同，这几天的行踪是保密的，他交代过谁也不能打扰。保密？我是他女朋友，你也敢拦我？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就是咱们陆总身边那个最忠心的狗，谭希，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高尚？你以为整天贴在他身边，你就是陆家女主人了？江小姐，请自重。你就算不穿衣服站在陆时风面前，他都不会多看你一眼，给我滚开！这是陆总的办公室，没他的允许。你以为为了脱离你那个贫困县，死命扒住陆家就能飞升了？一直跟着陆时风，恶心死了，和小三没区别。在那场车祸前，陆时风和陆夫人对他真的太好了，好到让我觉得他没理由去害他们。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可那天在公司门口，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像剥光我衣服一样羞辱我。所以他趁着羞辱你的空档，闯进办公室偷看了行程，你却还在反思自己。那时候我太蠢了，现在我才明白，有像我这种不被爱的人才会小心翼翼地记下别人的那点好，拼了命的想报答回去。我就是这种人了，那点微末的恩情，在那场羞辱里站了一整天，却葬送了陆夫人。陆时风更蠢，他只看得到江心的眼泪，看不到你手上的疤。怎么会这样？这爆料背后的人，不仅想要你的命，还要你社会性自杀。知情人爆料泄露陆时风行踪的就是当时的特助，上面还有我的照片。据传还是陆家资助多年的女孩，恩将仇报，农夫与蛇。这话说的可真够绝的。爆料言之凿凿，每一个钉子一样把我钉死在耻辱柱上。这种板上钉钉的语气，就跟他们亲眼看见我出卖了陆时风一样。陆时风这是要逼死你，让全江城的人都来唾弃你。他当然想，只要我成了罪人，他和江心的求婚就成了苦尽甘来的救赎。这一招真是够狠。江小姐，关于网上流传的陆家车祸真相以及那位谭小姐涉嫌泄密的事，您作为当事人有什么想说的吗？谭希，其实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他，他总是形影不离的跟着阿石，我以前还因为他的缘故和阿石生过好几次气呢。可我真没想到，陆家住他竟然是这么多年，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所以网上传言他想插足您和陆总，甚至恩将仇报害死陆夫人，都是真的吗？我只能说人心隔肚皮，阿石这些年真的太不容易了，他这种典型的白眼狼行为真的让人心寒。养了这特助这么多年，竟然养出个白眼狼，真替死去的夫人心寒。江心也太惨了吧，谈个恋爱还得看特助的脸色，这谭希不就是仗着资助的情分小三吗？这种女人还有公司神仙爱情，原来在他们眼里，这种谎言编织出来的东西叫神仙爱情。你别看了，这种垃圾看多了会折寿。文总，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泄密的。我知道。你都不怀疑一下吗？网上那些证据，那些废纸骗得了陆时风那个瞎子，骗不了我。行了，奶奶喊吃饭了，天塌不下来，有我在。这是今天第几家了？所有和我聊得挺好的面试官，在看到热搜后都纷纷打了退堂鼓，甚至要这人这街污水洗不白，全江城没人敢录用我。陆时风这是想要你流落街头，走投无路，这就是他想要的结局，足够凄惨，也足够让他泄愤。是啊，他算得很准。谭希，来我这儿，我要你，入职手续今天就能办。我拒绝。为什么？我现在名声烂透了，背后全是指指点点的声音。我出现在哪个企业，哪个企业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文家拉了我一把，我不能反过来害了文家。谭希，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迟钝？什么迟钝？谭希小姐是吗？陆家正式报了案，针对2年前这场车祸案，由于出现了新的证据，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审讯。证据？就凭网上那几张合成的照片？文总，请不要妨碍执行公务。谭小姐作为当年的涉案人和嫌疑人，必须配合调查。没事，我跟他们走。只要过了今天，就彻底结束了。阿石，你会看到真相的。阿石，别看了，为了那个背叛你的人，不值得。谭小姐，进去吧。谭希，你的资料我们都看了，除了那张照片，这里还有你出事前大额资金变动的记录，以及几份所谓的目击证词。这么凑巧吗？确实太周密了，每一处细节都在把你往死里盯，所以我们觉得其中有蹊跷。领导对陆家车祸案很重视，谭希女士，暂时得关押你几天。这姑娘真奇怪，进来的人哪个不是哭天抢地或者彻夜难眠？她倒好，除了配合调查，剩下的时间全在睡觉，赶都赶不醒。因为很久没这么安静过了。谭小姐，案子水落石出了，经过跨国合作和对当年通讯记录的深度挖掘，我们抓获了那几个涉黑对家，
涉黑对吗？对，还有江心，他涉嫌故意泄露商业机密及叫嚣犯罪，目前已发布通缉令，他正在外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可以走了。同志，谢谢你们还我清白。谭小姐，警方刚刚通报江心才是当年出卖陆氏集团的真凶，对此你怎么看？谭小姐，你在陆总身边待了这么多年，背了这么久的黑锅，是因为你一直深深的爱着他吗？现在网友都在传，陆总瘫痪那2年，江心根本就在国外进修，陪在他身边，没日没夜照顾他的人，其实是你，对吗？谭小姐，真相已经大白了，江心才是那个泄密者，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陆总欠你一个道歉？哪有你现在这个所谓呢？2年前到底是谁在照顾陆总？如果是你，为什么现在要全盘否认？都给我让开！抱着他去会气，走，我带你回家。你们刚才问2年前是不是我在照顾陆世峰，我想你们搞错了，不是，那时候陪在陆世峰身边的根本不是我。走吧，我放弃他了，从很早开始就不想要了。这10天，江城变天了。原本骂我死刑的人，现在都反水了。有人发出了江心2年前在米兰进修的照片，照片里他在那儿岁月瘦海的喝下午茶，参加设计周，可没工夫在陆世峰床前尽孝。他在米兰负重前行，陆世峰在江城挣扎求生。网友以前多磕他俩的低谷陪伴，现在就有恶心方的炒作满。你看这边害人全家，一边炒作深情，江心让人吐了。谎言终究是谎言，总会有拆穿的一天。陆世峰现在应该白月光，其实是颗要命的毒药。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现在真相大白了，他们如何与我无关了。有人把当初江心水你一巴掌的那段视频发到网上了，现在传的全网都是。这视频发的真是时候，江心费尽心思立的职场独立女性和温柔神人设，这回算是彻底崩了。视频里我那副样子确实挺狼狈的，网友现在都在心疼你，说你当初那是拿命在守陆氏的门。你看这评论，都在骂江心是疯婆子。据说这几天他那些职场综艺全都被下架了，合作品牌排着队要解约，他现在大概连电话都不敢接。又是那些面试官，前几天还对我唯恐避之不及，现在倒是一个个排着队来道歉，请我回去面试。我之前说的话一直有效，文氏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文总，谢谢你，但我哪儿都不打算去了。谢谢，老家这边的动静我都听说了，那些污水总算洗清了，难为你这孩子。校长，我没事。县里的中学现在缺老师，尤其是像你这样懂行的。谢谢，你愿意回来带把这些孩子，支援一下家乡的教育吗？我愿意，校长，我这就准备回去。收拾完就走。那时候的你，回头是在看我吗？还是只是怕少了一个可以拆钱的影子？17岁那年偷拍的你，陆世峰，那时候我觉得虽然没有人能抓住仲夏的风，但我可以用相机把你拍下来，也算留住了。现在看来，风就是风，留不住的。这张照片，你想自己收起来，还是丢进垃圾桶，都随你了。叹息。陆总，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了？从我快康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查当年车祸的案子，我想还我妈一个公道，也想给你一个清白。可是当我查到所有证据都指向你的时候，我真的查不下去了。叹息，我一想到那些所谓证据是你背叛了我们，我的呼吸都会疼。我从没想过你会背叛我们，可那个念头一旦生出来，就像毒药一样，拦都拦不住。所以我恨你，我越爱你，我就越控制不住的恨你。叹息，你懂吧？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从小到大被人在背后捅刀子，早就是家常便饭，我早就习惯了。可是牵扯到你，我真的受不了。你知道我看的那些所谓的调查资料是在想什么吗？我恨不得自己当初直接在那场车祸里死透了，也好过被你背叛。后来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满脑子都是恨，我做了那么多错事。那个什么世纪求婚，那些玫瑰，那些烟花，你以为我真的想娶她吗？那全都是我做给你看的，我就是想让你疼。那是千巧微分，不是。陆世峰，别再演深情了。其实你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心里早就隐约知道自己错了。可你觉得没关系，你觉得无所谓。在你眼里，不管真相如何，不管你是误会了我还是真的冤枉了我，也不管你对我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我都该和以前一样，永远在那等着原谅你。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很清楚，如果不是当初你瘫痪了，身边那些所谓的狐朋狗友都墙倒众人吹了，你这辈子都不会注意到我。不是这样的，叹息。你的目光永远只会停留在江心那种闪闪发亮的女孩身上。陆世峰，你甚至连演戏都不走心。你还记不记得瘫痪那年你给过我一个戒指？那个戒指
连尺寸都是错的。你从来没真正看过我。我是个混账，丹心，我求求你最后一次，你能不能原谅我？陆世峰，你看那儿，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才17岁，那时候你就靠在那根栏杆上，像个不可一世的王子。你懒散地笑着问我，檀溪，你喜欢我？丹心，那时候你是喜欢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回到8年前。陆世峰，现在的我想了很久，给你的答案只有一句，我不会原谅你。陆世峰，别再折腾了，你的命是那场车祸里陆夫人用身体护着才保下来的，你得替她好好活着。陆氏集团是她的心血，既然你现在站起来了，就好好守着，别让她在地下也合不上眼。檀心，你是我最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仲夏的风永不回头。据本台最新消息，陆氏集团因涉嫌多年前行踪泄露案及商业造假，股价已连续多日跌停。嫌疑人以前江心仍在外。当初吹得天花乱坠的世纪真爱，一个成了在逃犯，一个成了全城笑柄。那个陆世峰也是瞎了眼，把救命恩人当仇人，活该陆氏缩水一半，这叫报应。陆总，那天的事故鉴定书出来了，是因为您在追赶往车站方向的大巴车时，车速过快，加上精神恍惚才撞上了护栏。没追上，对吗？谭小姐坐的那班车，在您出事前半小时就发车了。陆总，医生说您的腿伤得很重，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复健了。复健？当初是他求死才换我站起来，现在他走了，我还站起来给谁看？还？拿什么还？文总，这一车的课本和物资有专门的运送车，你非要亲自挤大巴押运，图什么？怕丢。这一车的书谁会偷？我说的是，怕你丢了。文燕，明明可以坐私家车，非要来这儿受罪，真是个怪人。文燕，真是个笨蛋。谭老师又给这树浇水啊？你这桂花树养得比学校的绿化带都精神。校长，这儿空气好，混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闻着从脚底暖到头顶。那是，对了，隔壁文先生昨个跟我说，他要把省城那个大项目收尾了，以后打算常住咱们这儿。他动作倒是快，2个行李箱1台电脑，说搬就搬过来了。文先生既然要在咱们这儿常待，总得有个办公的地方，我亲自给他腾了一间办公室，窗户正对着操场，采光好。瞧，谭老师家属今天是不是又要在宿舍开小灶了？前2天还说是男朋友来看他，现在全校都改口叫家属了。这文先生真是把咱们谭老师守得死死的。谭老师，下课了。文大总裁，在这种地方办公，你那个几百亿的项目受得了这办公环境？环境不重要，重要的是离我那台小电锅的主人比较近。快忙你的吧，全校老师现在都盯着你这个家属今天做什么菜呢。文燕，你这手艺不去国宾馆当切菜下厨真是可惜了。手艺不重要，态度要端正。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必须稳定，这土豆丝的粗细也得标准。你还真是2年来都是一个味道，半点都没变过。变了，以前是做给谭特助吃的，现在是做给我家谭老师吃的。文燕，这种生活其实挺好的。洗手吃饭。累了？累。初3那2个班今天月考，作文题出的太偏了，偏到连谭老师都改不下去了。何止啊，改到一半我自己都快写不出来了。那些孩子的思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别改了，明天我帮你改。你文大总裁，你那只手是签几亿合同的，你又不会改初中生的作文。既然不相信我的文笔，那我明天只能负责帮你端茶倒水了。这是什么？在这个电子时代，你还要给我写信？不是信，那是能让你这辈子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能彻底心安的东西。什么？你写的？携家属？家属是你。那我穿什么？上回那条银白色的裙子你还记得吗？记得，就是太薄了，春天穿会冷。那我再挑一条。不用挑，我让人送了几条过来，明天到，你试试就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上周。文总，您这身家的人跟我在这么个小水池边挤着，是不是有点屈尊降卑了？地方小，但省地方，肩膀壮着挺好的。真好看，像画一样。是挺好看的。你上周在电话里跟我说，只是准备了几条去让我试试。文言，你管这叫几条？对文氏来说，这确实只是几条。老实交代，这都是你挑的？上周让品牌方把当季的图册都寄到办公室了，我翻了翻，选了几件看着顺眼的。看着顺眼？文健，你对顺眼的定义是不是直接和这上面的价格挂钩的？只要穿在你身上合适，它就值这个价。裙子很合适，就是领口是不是空了点？好了。谢谢。这条蓝色的领带，我今天穿蓝色，你刚好系这条。文总，你故意的？什么故意的？配色啊，这色号凑在一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套。那是你眼光好，挑中了这条，巧合。巧合？我看你是早就算好了。行了，文先生，走吧，别让全市的媒体等太久，咱们可别迟到了。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教育系统的领导也在。文总，你是特邀嘉宾，我是来凑数的，要不你先去忙，我找个角落待着。角落？谭老师，你见过哪个家属是躲在角落里的？你能不能先把手松开？大家都在看。不松。文总，难得见您代办出席，这位面生得很，看着气质出尘，想必是集团的高层。文总，这位是谭希，我未婚妻。哎呀，失敬失敬，原来这位就是谭小姐，我就说文总眼光高，今日一见，谭小姐果然气质非凡，久仰久仰。您客气了，叫我谭希就好。文总，这未婚妻3个字，你咬字咬得可真够重的。重吗？我只是怕有些人耳朵不好，听不清楚。谭小姐，您的果汁。谢谢，这里安静多了。以前安好。谭小姐，您好，请问您是？我姓周，周曼薇，华远集团的市场总监。谭小姐可能不认识我，但我以前见过你。周总，不好意思，我的记忆里似乎想不起来，很正常。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在陆氏集团的周年庆上，我当时就在台下，看见您站在陆总身后。那时候的您真是特别安静，像个透明人。我当时还想，陆总身边这助理可真低调，低调的让人完全注意不到。周总的记性确实很好，连一个助理都能记这么久。不过说心里话，现在看见您和文总在一起，我还挺意外的。周总监在意外什么？毕竟那几年在江城，谁不知道您跟那位陆总几乎是形影不离。那会儿圈子里大家都在传，说您是陆总的私人。周总监，华远集团和我们下季度的合作提案，我听说周总监那边一直还没签字。文总，您说笑了，那个提案还需要我们总裁亲自过目审批，流程上稍微久了一点。原来是这样，那你先去忙吧，我跟我未婚妻还有些私事要说。好的，文总，那我不打扰二位了。你这耳朵是练过吗？离得那么远也能听见我们说话？不是耳朵尖，是目光一直锁在你身上。
他刚才到底跟你说什么了？也没说几句，他只是又提到了陆时风。下周华远集团报上来的那个合作提案，我让法务再从头到尾重审一遍。重审？就因为周总监刚才跟我说了那一两句闲话？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他不该拿你当话题。任何想用你的过去来试探或者羞辱你的人，在我这都不合格。知道了，知道了，文总护短，全江城都知道了。怎么，嫌我做的太明显了？没有，觉得挺威风的。我这不叫护短，我只是单纯不想让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下面有请代县中学的代表谭希老师上台领奖。戴校长领这块牌子，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感谢文氏集团对乡村教育的关注，这份肯定属于那些在山里努力读书的孩子们。趁热喝，今晚辛苦了。文燕，你今天跟那些合作伙伴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你的未婚妻。我没改口。那是很久以前陆家跟你们开玩笑定下的，你怎么当真了？谭希，在我这儿，只要说出了口，就没有玩笑。文燕，既然你一直没改口，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让它变成真的？去年除夕漫天大雪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什么话？你说你来的时候敲门，我就给你开。后来这1年多，我每次去县里找你都老老实实的敲门，而你也确实每次都给我开了。那是你守规矩。那我今天能不能再当面敲一次门？你看看这门还能不能开？文言，你这个人连求婚都要拿以前的老证，真是一点心意都没有。你扣沙发补手算什么？这又不是门，难不成我还要给你开沙发？扣扶手确实不算正式，那换一个。文燕，你……谭希，你门上现在有人敲门了，声音挺大的，给不给开？并不简单如呼吸。开。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交心。文燕，你什么时候量的尺寸？竟然一点都不差。去年冬天。去年？你那天睡着了，我找了根红线绕着你的手指比了半天。难怪去年冬天有好几个早晨我一醒来就发现你坐在床边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原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打我的主意了。既然那时候就量好了，那怎么今天才舍得给我？因为今天你穿着我挑的裙子，戴着我选的胸针，在台上领奖的时候真的特别好看。我觉得我要是再等下去，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笑什么？笑你啊，笑你这个人连求婚都要挑个他最好看的时候，怎么这么有心计？那你答不答应？你说呢？此心安处。文总，这已经是换过的第3种特种纸了，您看克数还是不够，手感太生硬，再去省城找，我要那种温润又不失厚重感的。文总，这已经是第7版方案了。来了。文总，我刚才听见你们在讨论请柬。没讨论什么，只是觉得现在的流程太杂。谭希，婚礼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一切从简，只要你高兴就行。可文总，您刚才说……你们先回省城，方案我再看一遍。早点回去休息，别累着。
醒了，怎么不披件衣服就出来了？躲什么？怕我看见文总深夜偷懒儿？这些全是你亲手画的？没画好，比例还有点问题，还在改。这个红笔圈了好几圈的地方是花门。那个位置正对着图书馆门口的玉兰树，等初夏花开的最好的时候，光影刚好能打过来。文燕，我们是在县里办婚礼，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就是我们的宾客，没那么多豪门的规矩和讲究。你真的不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听我的，随便弄弄就行，只要新郎是你就够了。那不行。为什么不行？文总，你平时不是最讨厌这些繁琐的流程吗？因为你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在我这儿没有任何可以随便的余地。你看，这个位置放签到桌最合适，到时候宾客从操场侧门进来，直接顺着这条路走。好了，你继续画吧，文大设计师，我不打扰你了。喂，听说你们要办了，我跟你说过的红包还作数，地址给我，我寄过去。你来吗？我就不去了，上回春天见面的时候，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你过得好就行。好，那红包我收下了，给你折成新书，捐给学校的图书室。韩熙，你果然一点没变。变了，我比以前快乐多了。那就好，文胜要是欺负你，他欺负不了我。也是，那我挂了。挂了。镇上那家糕饼铺的喜糖，我按学校人头订的，你看看够不够？文燕，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叫你一声。站那儿别动，我来帮你拿。各位老师、同学们，天咱们学校不整那些大酒店里虚头包脑的流程，我们最优秀的谭希老师今天要成家了。小姐们，那黑色的蝴蝶结可是我建议她换的，我就说嘛，夏天了，亮一点好看。紧张？有一点。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代表学校所有的孩子，感谢燕先生把我们代县中学最好的谭希老师留在了这里。校长这词写的挺实在，我也确实该谢谢他，没把我的家属藏起来。明明是你自己赖着不走的。下面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四季如风。希望你以后的日子四季如风，自由自在。风停于此。风停于此。谭希，你以后走不掉了。不走了。